女孩天生残疾，生来心脏便缺了一角，全靠娘亲用命换来的法宝碧落珠续命。结果在家里收养的孤女重伤后，未婚夫却逼她交出续命的碧落珠给养女疗伤，还骗她说替她炼制了一颗可以代替心脏的法宝琉璃心。然而早已看穿一切的苏婉，当即让未婚夫在诸位长老的见证下发个天道誓言，证明琉璃心一定能保她性命。若这琉璃心不能保她性命，你立即魂飞魄散，生死道消。你若肯发誓，我即刻将碧落珠交给你。顷刻间，秦凤妍脸色骤变，而周围的长老们也皱起眉。这琉璃心他们也是闻所未闻，没有试过的东西，怎么能保证一定有效呢？秦凤妍可是天剑门的首席弟子，被誉为整个下修界100年间的第一天才，他怎么能发这种天道誓言？气风长老负手而立，不可！天道誓言怎能儿戏？以誓言借天道之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苏婉，你想毁了你大师兄不成？丹峰长老也眯起一双泛着金光的眼睛。什么天道誓言？我不同意！凤妍可是变异雷系天灵根，她的资质万年难遇，怎能容你如此胡闹？秦凤妍忽然叹了口气，仿佛下定决心般开口：苏婉，我是你未婚夫，我不会害你的。你不是一直都想嫁给我吗？只要你交出碧落珠，我就跟你完婚。可若你铁了心不给，那我们就取消婚约。苏婉状若沉思一番，将手放在自己心口处，一副想要立刻点头的模样。可在看到秦凤妍的嘴角都轻轻勾起来时，苏婉却瞬间收敛了脸上的表情。我爹将你养大，对你恩重如山，他临终前将我托付给你，而你身为我的未婚夫，却为了另一个女人来取我续命的宝贝。你这样吃里扒外的东西还妄想娶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秦凤妍嘴角的笑意僵在脸上，这苏婉疯了不成？居然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几位长老也是一愣，没想到苏婉竟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还自诩天鹅，把秦凤妍比作了癞蛤蟆。苏婉不能修炼，连活着都要依靠碧落珠这个宝贝，但秦凤妍可是下修界第一天才，谁是天鹅谁是癞蛤蟆不是很分明吗？几道鄙夷的目光落在了苏婉身上，秦凤妍压根没有把苏婉当一回事，她今日对碧落珠势在必得。诸位长老，苏妍已经等不得了，今日我定要取走碧落珠，无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到苏妍好了之后，我甘愿受罚。不等4位长老说话，他就五指成爪朝苏婉的心脏处袭来。见此，苏婉蓦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符箓，接着猛地大喊一声：爹爹救我！顷刻间，一道白光从苏婉的指尖扩散，化作一层结界将她笼罩其中。这结界符是爹爹留给他的遗产之一，能抵挡渡劫期以下修士的全力一击。一般的符都是以灵力激活，掌门爹考虑到自家闺女无法修炼，用不了灵力，所以在符纸外多刻了一层阵法，只需要大喊一声爹爹救我，符纸外面的阵法与他的声音产生共鸣，就会自动释放出一丝灵力激活符转。秦凤妍这一爪瞬间被结界弹飞了出去，几名长老连忙上前拉住秦凤妍，局势太紧张。苏婉心脏狂跳，带起一阵阵刺痛。等缓过来后，他目光扫过周围的几个老头，在苏婉的记忆中，他们是天剑门中分别掌管4大先锋的封主。诸位，我爹曾是你们的大师兄，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杀我，还是说你们也早就觊觎我爹留给我的宝贝？气风封主脾气一上来，指着他的鼻子怒骂道：黄口小儿怎能胡言？凤妍说过不会要你性命，可你不仅铁了心对同门师姐见死不救，甚至故意伤害同门师兄。今日有本长老做主，这碧落珠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秦凤妍听到气风长老的话，暗自松了口气，他赌对了，即便他在这里杀了苏婉也没关系，几位长老定然会替他隐瞒，毕竟他是现今下修界中唯一的雷灵根，且是雷系天灵根，而苏妍是冰系天灵根，同样资质非凡，他们2人都是注定要飞升之人。纵然苏婉是前掌门之女，可她毕竟是个无法修炼的凡人，牺牲一个苏婉救天才苏妍是稳赚不赔的事。秦凤妍定了定神，开口道：还请诸位长老替我做主。4名长老对视一眼后同时出手。苏婉早有预料，她在结界中后退半步，顺手又掏出了一沓防御法器和防御符箓，顷刻间包裹苏婉的结界又多了10层。掌门爹为了原主这个女儿可谓是费尽了心血，当初收下苏妍与秦凤妍这2个养子养女，也是为了他们日后能够成为原主的保护伞，却没想到原主的死劫就是这2个保护伞一手造成的。只可惜原主天生残疾，无法使用强大的攻击符箓，她现在也只能跟他们在这耗着。记得原著中提到过，女主苏妍若没有碧落珠，最多能撑4天，今天就是最后1天，所以秦凤妍才这么着急，连名声都不顾，直接对她出手。而她这一堆结界撑个1-2天绰绰有余，要是能给女主耗死，那也不算很亏。苏婉握着流影石，看向长老们，认真鼓励道：长老们努力啊，破不开结界你们就杀不了我，杀不了我就拿不到碧落珠，拿不到碧落珠苏妍就只能等死。说着，苏婉突然感到心脏骤疼，这熟悉的感觉袭来，她轻轻闭着眼，干脆将所有结界一起拿出来用了。原本还在为这10层结界头疼，商量着如何尽快破除结界的长老们，看到又多出50层结界，脸都绿了。要是他们毁掉这么多结界，恐怕整个吴越峰都会被夷为平地。此时他们有些理亏，不能搞出那么大动静。丹峰长老看向秦凤妍，叹了口气：凤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秦凤妍一拂袖愤然离去。这么多结界，只有渡劫期以上的修士们才能悄无声息地破除，但很可惜，他们这里一个渡劫期都没有。其余几名长老也叹了口气，朝苏婉丢了个失望的眼神后相继离去。而此时躺在地上的苏婉感觉到自己的生机一点点被剥离，但没关系，这些结界即便他死了也会一直存在。还有流影石早已将方才的片段记录了下来，若是日后能曝光出去，也算没白来这一遭。就在意识快要消失前，一道低语声忽然出现在他脑海中：苏婉。苏婉没说话，让我安静的死吧，别吵，无能救你。苏婉眉毛动了动，算了吧，这狗屁修仙界，身体还是个雷打不动的废材，与其在这鬼地方憋屈的活着，不如死了。要是能让我修炼，那声音似乎看透了他的意图，忽然沉默了。就在苏婉以为那声音没谈妥跑了时，低语声又响了起来：苏妍不会死。苏婉猛地睁开眼，为什么？他本就没有重伤，一切都是为了骗取你身上的碧落珠。苏婉骤然倒抽了一口凉气，所以原主的死只是因为一场男女主联合制造的骗局，而苏妍在他死后依然可以像原著中一样继承原主的一切，光明正大的吃绝户。那他忽然穿越到这一天又算什么？苏婉并没那么想活，但他依然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起码杀死原主吃绝户的人得先死。他猛地睁开眼，左右寻找那道声音的主人：你怎么救我？我要付出什么？雨无节气，夜晚将你的身体献给我，
苏婉面色变得有些怪异，身体，你相貌如何？那声音沉默片刻，似是有些不解他是什么意思，但片刻后还是开口道：闭眼。苏婉听话的闭上眼，意识瞬间被拉入一片仙海中，男人被困在海的中间，下半身浸泡在海里，语无节气。你愿意吗？这次声音中带了几分隐忍和期待。够了，我们缔结叶罗丽契约吧。那声音愣了一下，没听懂他的胡言乱语，是魔神器。那道低吟声落下，苏婉眉心骤然出现了一个漆黑的印记，下一秒他意识一沉，在睁开眼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五月风了，而且双脚似乎还被什么束缚着。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身体变成了那男人的模样。再联想到之前那道低吟所说的魔神器，顷刻间苏婉悟了，原来是要他每天晚上替他坐牢，而他用自己的身体去外面逍遥，果然是个大魔头。另一边，吴月峰上披着苏婉皮的后青睁开眼，300万年了，他终于等到了一个与他命格相似之人，而且此人魂魄特殊，是天生的混灵之魂，无论仙气、灵气、魔气、鬼气都能容纳。镇魔海中困住他的那些杂乱灵气，对此人来说完全构不成威胁。但还没来得及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后青就察觉到替他被封锁在镇魔海中的少女露出贱兮兮的表情，把手伸到水下。身为魔神，他并没有在这个少女身上察觉到一丝堕落的欲望，反而只感知到了强烈的好奇心。后青的眉头不自觉跳了跳，直接通过元神给苏婉传音：这是你自己的元神，并非吾的身体。苏婉在水底下摸了个空，他不甘心地问：我元神怎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人族须得化神期方可凝出元神，你的元神是吾替你凝出的。苏婉瞬间明白了，这厮特意把自己的元神捏成了他的样貌，代替他在这里坐牢。感受到身下空空荡荡的，苏婉没忍住真诚地发问：你是不是少凝了点什么东西？是你没有，还是故意没凝？后青沉默了片刻，在记忆中寻找到一本功法丢进苏婉的元神。苏婉猝不及防被塞了一脑子的知识，不自觉地跟着脑子里面的功法去练。察觉到苏婉开始乖乖修炼，不再丢人现眼，后青满意的一抬手，碎了周身的几十重结界。随后他顶着苏婉的脸走出了吴月峰。300万年前，他的躯体被分散镇压，如今只有找回所有身躯，才能恢复从前的实力去神界复仇。就在后青走出吴月峰的那刻，秦凤妍就接到下面传给他的消息，听到苏婉离开吴月峰的消息，苏妍靠在床边轻咳了2声，定是师兄今日吓到他了。他既不愿用碧落珠救我，我自己扛着便是，无非是一些魔毒，总能扛过去的。秦凤妍闻言皱着眉，一脸心疼地看向苏妍。可是妍妍，那碧落珠原本就是你爹娘的。大师兄，那碧落珠原先是我爹娘的不错，可却被贼人抢去。掌门夫人杀了贼人，替我爹娘报了仇，所以即便是他强占了碧落珠，我也是应当感恩的。毕竟掌门将我养大，收我为徒。秦凤妍抿着唇，他为了女儿强占碧落珠，害你如今重伤不愈，此行此举与贼人何异？妍妍，你不必再说。苏婉若是一直躲在那结界里边罢了，不过如今他既然私自逃出天剑门，我定然会替你取回碧落珠。苏妍看着秦凤妍叹了口气，大师兄谢谢你，可你不该对他如此无情，他到底还是你未婚妻。与此同时，寻仙道中，碧远穿着一身天剑门的弟子服，笑盈盈地看着面前的掌门千金。苏婉师妹，这是要去哪啊？后青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拦路之人，眉头机不可闻地挑了下。他如今与苏婉交换命运，临时占据了这具身体，可却没有能让他操控的魔气，但这魔气得来也简单，只需转化人族身上的戾气即可。所以他大摇大摆地通过传送阵出了天剑门，等的就是这拦路之人。见后青不说话，碧远顿时嘿嘿一笑，又朝前走了2步。恐怕苏婉师妹不认得我，我是气风的弟子。你这个时候离开天剑门是想要逃走吧？可这仙门哪是你一介凡人能逃出去的？不说这寻仙道上设有迷障，寻仙道外的望剑林中还有灵兽镇守。若你真想离开这里，师兄我倒是可以帮帮你。说着，碧远舔了舔嘴唇，露出满脸猥琐的表情扑了过去。噗的一声，碧远感到胸口一阵剧痛，飞扑的动作骤然静止，一只纤细的手穿透了他的胸膛，而那只手上裹挟着的魔气，顷刻间灌入他体内，让他毫无反抗之力。魔气哪里来的魔气？碧远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向面前的姑娘，小姑娘容颜绝色，看起来依旧柔弱可欺，可她心中却惊恐万分。苏婉变成魔修了，身为掌门千金，她竟在第一仙门里修魔了。后青冷冷地看着她，大片浓郁的黑雾冲出苏婉的身体，瞬间将碧远的魂魄吞噬。你的献祭无很满意。后青抬手掐了一个去尘诀，弄干净身上的血迹后，化为一道黑雾朝南方而行。他感应到了一只眼睛就在此界，飞的时候还顺便看了一眼镇魔海里的苏婉。苏婉已经学会了引气入体，但引着引着，他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现在的元神是被大魔头顺手捏的，而身体被大魔头用着，那等他回到自己身体后，这修为能带走吗？一连串的问题刚冒出来，大魔头的声音就再次响起：如今你的魂魄暂时栖息在元神中，但回到你的躯体后，魂魄中的修为自然会融合进去。大魔头居然百忙中跑来解答他的疑惑了。苏婉继续兴致勃勃地在心里发问：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有元神了，我这修为是炼气还是化神？但这个问题问出口后，半晌没听到回声，大魔头又失踪了，还真是间歇性冒泡。此时后青已经来到他感应到的地方，面前是一处空间通道的入口，入口外躺着几具尸体。后青眯了眯眼，飞身进入秘境。乾元秘境内，大片的焦土在秘境里铺开，整个秘境仿佛遭遇了一场大火。但此刻这焦土上，一名魔修飞腾在半空中，漆黑的魔雾模糊了他的面容，可那只深紫色的左眼却散发着摄魂的光芒。10几名仙门弟子看着半空中的魔修以及四散狂涌的魔气，面色阴沉。他们都是下修界4大仙门之一7星宗的弟子，这次由分神期的魏宗玉带队前来乾元秘境寻找一件天品魔器醉魔子谋，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让魔修抢先拿到了这件魔器。此时魏宗
终于握紧银剑，沉声开口：“魔器已被魔修取得，天品魔器威力巨大，非我等能敌。”大家捏碎手里的传送令牌，离开秘境，返回宗门禀报师尊。此话一出，其余几人同时拿出传送令牌捏碎。可几秒钟过去，所有人还站在原地。七星宗弟子们逐渐露出惊恐的神色：“师兄，我们被锁住了！”传送令牌失效了。魏宗玉心中也是一片骇然，可看着周围惊慌的师兄弟们，他稳了稳心神，眼里闪过一丝狠厉：“是禁锢空间的法器，师弟们不要惊慌，这魔修不过化神期，纵然得到了天品魔器，我们也不是不能与之一战。”闻言，七星宗的弟子们眼里的惊骇少了几分。对，只不过是一个化神期的魔修而已。他们这里化神期足足有5个，还有一个分神期的魏师兄。魏宗玉此刻大喝一声：“结阵！封魔！”周围的七星宗弟子们立刻行动起来，脚步整齐排列，布下七星宗的封魔大阵。可就在这时，那魔修忽然发出猖狂的大笑，一群愚蠢至极的仙修。